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刚在公司开完总会，老家亲戚破天荒地打来电话：小云，二婶知道你学历低，人长得也不漂亮，一个没文化的村姑，搁大城市能有什么好工作？我能理解你，但也没必要躲着不见人吧，都是亲戚，你没出息，大家也不会笑话你。今年你堂弟考进了大公司，在村里办酒，真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你可一定要来沾沾光啊！我不由冷笑，望向落地窗外闪烁着的霓虹灯，上海最高的写字楼外灯火璀璨。这些所谓的亲戚，10年不曾联系，今天突然邀我回村做客，无非就是想借此奚落我一番。这些亲戚一定觉得我在大城市的工作就只配蹲在黑洞洞的巷子口刷碗。二婶见我没作声，忙补充道：哎呀，小云，男孩就是比女孩要聪明的，你比不上光耀那不怪你，你可千万别怕丢人，不敢来呀。在我老家农村，只要是个男的，连站着撒尿都会被夸。我因为是独生女，从小就受尽了这些亲戚明里暗里的挤兑。好啊，正好我也有事要回去一趟。我随口应下，挂断电话。10年前，我被他们排挤出村子，被迫辍学，独自一人来到大城市打工。这10年，我一直为了事业拼搏，没工夫去处理当年的恩怨。正好趁着这次机会，我要将他们对我做过的一切连本带利的通通讨回来。我如约而至，农村老家还和记忆中一样，空气中弥漫着鸡鸭粪便的气味。走进村席，二姨立刻皮笑肉不笑地凑上来：小云啊，真是贵客，还怕你躲着不来肯来呢。她上下打量着我，看着我的穿着，露出诧异又失落的神色。小云啊，你说你来就来吧，还刻意搞这样一身城里人的行头。我今天穿了件黑色长风衣，搭配了双靴子，随手挎了个小皮包。对于如今的我来说，这是再寻常不过的搭配。二婶这样说，无非是没能如愿看到我落魄的样子，心里难受罢了。你误会了，平时都这样穿。我微微一笑，将皮包往肩膀上提了提。可以呀，表姐，够拼呀。堂妹走过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包上的奢侈品 logo。 这一个包得要你大半年工资吧，可真舍得呀姐。她玩味地笑着，抚摸着我的皮包。看来现在城里的厂子待遇不错啊，大半年。我不以为意地挑了挑眉毛，还好吧，这个包的钱1-2个小时就能赚到，你买这样一个包竟然要大半年吗？我故作惊讶，将包从他手中轻轻夺了过来。那你可别碰了，碰坏了那可有的赔的。堂妹脸色瞬间一阵青一阵紫，气成了猪肝色。她别过头，愤愤不平地小声嘀咕：1个小时2-3万，呵，是正经钱吗？我脸色一变，正要开口回击，二婶忽然一把拉住了我，用苦口婆心的语气大声劝道：二婶知道你学历低，又是女的，在大城市打拼不容易，但是这钱啊，咱还是得踏踏实实的挣，你得听劝呀，婶都是为你好。她这番话表面上是劝说，实则是在造谣，没给我任何解释的余地，就将我辛苦赚的钱说成是出卖身体赚的快钱。农村酒席就办在棚子里，他的话无疑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无数目光齐刷刷向我看了过来，都带着相同的嫌恶和鄙视。我怒极反笑，环视一圈后，也大声说：二婶，您说的对，这钱呀，咱们得踏踏实实的挣。当年我爸过世，我年纪小，我妈又身上有病，你和二伯把我爸留给我们母女的田地全占了去，这笔不踏实的钱，你也该还给我了吧？
6岁那年，我父亲走了，家里只有我一个年幼的女儿，母亲又一直病恹恹的。二婶一家借着亲戚的名义跑来我家吃绝户，将父亲留给我们母女的田地不由分说地抢了去。他义正言辞，三弟是我们周家的人，家产自然该是我们自家人继承，周家的地还轮不到2个外姓人做主。母亲拖着病体同他争执，二婶却眯起眼睛笑着说：“三妹呀，这小丫头片子迟早是要嫁出去的，那都是替别家养的，算什么自家人？要怪呀，也只能怪你自己命苦，没福气生个男孩。我年纪太小，母亲又体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为数不多的家产抢走。那次之后，母亲一病不起，我也再没了一件好衣服穿。二婶一家却因占了良田，年年丰收，一家子都吃得膀大腰圆。当年的仇恨都清清楚楚地刻在我脑子里。我这次回来就是来讨债的。”话音方落，周围村民的议论声纷纷响起，原本投向我的目光瞬间落到了二婶身上。二婶表情不自然起来：“这孩子没有的事，瞎说什么？”这时堂弟走了过来，他梳着油头，穿着西装，手里捏着高脚杯。“哟，二婶一把年纪还这么漂亮呀！”蹩脚的恭维听得人发笑，二婶却浑然不觉。不愧是咱们老周家的高材生，就是会说话，和没上过大学的就是不一样。他意有所指地斜了我一眼，堂弟也看向我，惊奇地哟了一声：“阔气呀，堂姐，这么多年不见。”小土妞也装扮成城里人了，她油腻的目光将我从上往下一扫：“堂姐，这是傍上哪位土豪了？”我冷冷一笑：“做生意赚的，你要是羡慕的话，多努力，说不定也行。”堂弟脸色瞬间垮了下来。二婶见状，状似关心地看向我：“小云，你做的什么生意呀？”二婶可听说这做生意不稳定，有些年前还在赚钱的，年后就被追债逼得跳河了。你可得小心些啊！再说了，你一个女人，赚再多钱也是给别人家赚的，你还不知道吧？咱光耀考上了城里的云瑞集团上市公司呀，又稳定又体面，是你一辈子都比不上的，你就别夹枪带棒了。他还愿意叫你堂姐，是给你脸面呐。堂弟腰板瞬间挺直了，看向我的目光再度得意起来。我脸色一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云瑞集团来之前，我知道是因为堂弟考进了城里的企业，村里才办的酒席，但我万没想到他进的竟然是云瑞，我一手创办的企业。在一旁敬酒的大婶听见动静，也凑了过来，得意洋洋地挽起自家儿子的胳膊：“那可不，这云瑞啊，听光耀说，那可是全上海近年来最知名的企业，公司就在全上海最繁华的写字楼里，能进去的，那可都得是光耀这样的高材生。”周光耀挥手，故作谦虚：“妈，现在只是实习，还没转正呢，转正是迟早的事。你不都说了吗？这云瑞幕后的女老板对你有意思，还愁转正？”大婶捂着嘴笑：“你学历高，又年轻又帅，怕是过不来2年，公司就归你管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着周光耀头顶的大油田，一阵阵反胃。我平时一直在办公室里批改文件，连实习生的面都见不到，怎么就对他有意思了？周光耀耸耸肩：“只可惜云瑞背后的女老板从未公开露面，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大婶急切道：“反正咱也只是图她的钱，到时候你把她娶回家，多让她生几个孩子，公司到了你手里，还不是想找多漂亮的
就找多漂亮的。周光耀思索了一会儿，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我简直气笑了，忍无可忍地打断：大婶，你们未免太自信了些，人家女老板凭什么就看上周光耀了？周云，你自己过得不好，就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大婶被当众落了面子，没好气地朝我翻了个白眼。你爹妈短命，能有光耀这样争气的兄弟，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我要是你，就多说些好话，保不准把光耀哄开心了，还能给个公司保洁的位子，起码挣的钱干净。周光耀戏谑地大笑起来：妈，云瑞是大公司，你以为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吗？咱公司连厕所都是英文写的，他一个大学都没上过的，别跑男厕所去了。我眼神发冷，心中只觉得可笑。是啊，公司人事真是越来越懈怠了，怎么连什么阿猫阿狗都招了进来？这次回去可得将公司上下好好整顿一番。周光耀的话逗乐了大婶，他眉飞色舞地看向我：对不住啦，小云，看来你连保洁也没得做了。不过嘛，也是你自己不争气，学历那么低，怨不得别人。这样吧，咱村头还有个刚离了婚的老汉，虽说年纪大了点，但你这生意嘛，也不是正经生意吧？看在亲戚的面子上，人家吃点亏取了你，也不会说什么。周云，你也不年轻了，是山鸡，就别妄想当凤凰，趁还有人要，早点嫁了吧。他话才说完，全场就响起一阵哄笑声，在场的所有亲戚都拿看好戏的目光看向我，眼神极尽嘲讽。这让我想起18岁那年，我妈病重，为了筹钱给我妈治病，我挨家挨户敲门，跪在地上求他们把抢走的家产还给我。他们也和今天这样居高临下的哄笑起来，仿佛我的存在就只配给他们当作笑柄。大婶，说起读书，当年我妈临终前留了一笔钱给我上大学，被你抢了去。当年是因为你，我才被迫辍学的。我爸走了之后，妈妈身体一直不好，加上家产尽数被这些亲戚瓜分完了，我们母女的日子过得很拮据。妈妈身体不好，年幼的我就扛起了这个家，每天写完作业，我就去背木柴、割猪草，有时候还会去水沟里捡塑料瓶子卖。我发誓要让妈妈过上好日子，拼了命的读书。可就在我高考那一年，妈妈彻底病倒了，家里没钱治病，我只能去求这些亲戚，不求他们施以援手，只求他们把抢了的家产还一些给我。可是没有，他们从始至终都只是高高在上的嘲笑我，拿我当个笑话看。我妈临终时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500块钱：娃，妈对不起你，这些年没让你过一天好日子，这钱是妈攒的，只有这么多，够你上大学的路费。妈现在要去找你爸了，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我妈撒手人寰，我捏着手中的录取通知书，痛哭流涕。这500元是我去北京的路费，是我妈用命攒出来的钱，可这笔钱被大婶抢走了。她让大伯按住我，将这几张皱巴巴的红票子一把抽走。丫头片子读什么书，还不是泼出去的水，浪费这钱干嘛？老周，拿着这钱去县里给咱光耀买2箱牛奶，他今年没考上，正要复读呢，得多补补。我没了上学的路费，而我的录取通知书也被周光耀悄悄撕毁，还把碎片丢到了臭水沟里。我独自一人给妈妈处理完后事，回到村里后，却发现村子里的人看见我就躲。那时我才知道，二婶跟村里人说我命硬，克死了爹，又克死了妈，谁可怜我，谁就倒霉。我被彻底绝了后路，
只能拿着身上仅有的15块钱，坐上去城里打工的大巴车。一晃眼，10年过去了，往事从眼前消散。我看着站在我面前的大婶，眼中泛起恨意。你一个女的有什么好念书的？大婶心虚了一瞬，随即激动地反驳：你爹没儿子，要论起来，光要这个亲侄子，可比你这个别人家的媳妇要亲。光要考上的可是大专中的小清华，他出息了，你早死的爹妈不也跟着长脸吗？不就500块钱，你在这儿斤斤计较什么？二婶也目露怜悯地凑上去，拉起我的手：小云，我们知道你在大城市讨生活，日子肯定过得不容易，但你也不应该把自己的怨气发泄在我们身上呀。大家是看你孤苦无依，可怜得很，才叫你回来的。我们不求你感恩，你不要恩将仇报吧。村里人难得开开心心的聚一次，你非要将一切搅浑了，才肯罢休吗？堂弟抱着手臂，冷声嘲讽：二婶，你不必和白眼狼多说，他这种社会底层，也就能做点不正经的勾当，一辈子都没资格进云瑞这样的高档写字楼里。堂姐，人和人就是不同命的，你早该知道了吧？堂妹走上前来，指尖勾起我皮包上的 logo， 贱命就是贱命，哪怕拿再贵的东西来装，也还是贱。云瑞这种公司，你连走进去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你的命。你用不着心里不平衡，就跑来搞破坏，丢的是你自己的脸。我心中冷笑，瞧这般无赖这架势，看来是想抵死不认账了。明明是他们欺辱我在先，却反咬一口，说我坏了他们的喜事。正准备开口回击，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是我的秘书小徐。喂，姐，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工作疏忽。总公司不是进来了一批实习生吗？我复查的时候才发现，有个叫周光耀的，是贿赂了人事，才占了名额。您看这人怎么处理？我闻言暗笑，将外放点开，让他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清楚，然后语气冷硬，坚决地说：我们公司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人事和那个周光耀一起，通通开除。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我。我收起手机，直面他们所有人：你们不是问我做什么生意吗？云瑞就是我最大的生意。全场一片寂静，周光耀脸都吓白了，哆嗦着手从怀里摸出手机。他抹不开面子，抢笑着反驳：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哥，别信他的话，我看他就是个疯子。堂妹语气生硬，看向我的眼神却带着明显的忌惮。大婶挽着周光耀的胳膊，底气不足地朝我骂道：儿子，别听他瞎说，你不是刘哥招进去的吗？你给刘哥打个电话，狠狠打这个疯女人的脸。妈，用得着吗？周云的话你也信？周光耀嘴上这么说，可他还是忙不迭点开手机页面，给人事打去了电话。刚刚还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周光耀接起电话，仿佛瞬间换了个人。哎，刘哥，对，是我，小周呀。他点头哈腰，身子卑微地躬下去，语气无比恭敬。是这样，刘哥，您之前说的我入职的事都办妥了，打电话过来是想和您确认一下，没什么问题吧？1分钟后，周光耀放下电话，深深看了我一眼。大婶焦急地凑过去，忙不迭问：怎么样？我勾唇一笑，抱起手臂，准备欣赏周光耀得知一切真相后脸上的精彩表情。谁料周光耀眼神阴冷，死死瞪着我。这疯女人，哥这唬我们呢？他抬起手机，将免提打开，刘哥骂骂咧咧的声音从电话那头响起：老刘，我拿钱办事，说到做到，能有个什么问题？
你小子要是信不过老子，趁早滚蛋！什么？我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这怎么可能？一众亲戚听了刘哥的答复，瞬间暴跳如雷。周云，你是想钱想疯了吧？就你还云瑞集团老板，你连个去云瑞刷马桶都不配。堂弟觉得被我戏耍，率先破口大骂。堂妹扬起下巴颏，目光嫌弃地打量我。堂姐，妄想症是病，得治，笑死我了。大婶捂着嘴唇，笑得前俯后仰。周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野鸡头上插了2根毛，就真以为自己是凤凰？姐，别这样说。二婶装模作样地劝道，小云一定是日子过得太苦，才会这样嫉妒光耀，见不得别人好的，咱们理解一下他吧。哄笑声不约而同地响起，我疑惑地翻开手机，准备联系小徐。按理说不应该啊。就在这时，手机屏幕亮起，是小徐发来的短信：姐，我这边堵车了，实在抱歉，回到公司我一定第一时间处理。原来是这样，紧绷的面色缓和下来。我给小徐回了短信：没事，不着急，路上小心。反正开除周光耀是迟早的事，我也不急于出这一口气。伤海打磨多年，我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因为别人一句话就会难过大半天的小丫头。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搜集这些亲戚当年抢占家产的罪证，包里还放着一支录音笔，只可惜他们耍赖不肯认账，到现在也没派上用场。眼看着从这群无赖口中套不出话来，我也不打算过多纠缠。我不欲和他们在口舌之争上过多浪费时间，转身就准备离去，才迈开脚步，肩膀却被大婶一把扣住。怎么，装不下去就想溜？没有这样好的事，我儿子好好一场酒席，就是被你给搅浑了，你得给我赔钱。大婶抬起手指，向着周围指了一圈，这一共18桌酒席钱，外加我儿子的精神损失费，你得给我们赔10万，张口就是讹钱。我简直气笑了，世上竟有如此不要脸的人！你们当年霸占我家的田地，抢了我家的家产，可不止10万，你们不仅不赔，还有脸来朝我讹钱？什么你的我的？大婶自知理亏，瞪圆了眼睛，大声反驳：那都是我们老周家的，你大伯二伯才是咱周家的人，光耀才是咱老周家的独苗，你爹家里那些破烂也是留给他亲侄子的，不是给你这个丧门星的。要怪就怪你自己是个不争气的女娃，让你爹绝了后。这些话我早在6岁那年就听过，明明是他们跑来霸占了我家的东西，却说的这样义正言辞。我冷漠地看着大婶，这么说，你承认了？承认了又怎么样？大婶笑了一下，将双手插在腰间，底气十足的样子。我儿子可是在云瑞集团上班的高材生，你拿什么和我斗？难不成你真以为自己是云瑞集团的总裁？我冷笑一声，并不急于向他这样的人证明自己什么。怕我按下录音笔的结束按键，悠悠地抬起手腕，我都录下来了。正愁不知该如何从他们口中套话，没想到他们竟然自己上赶着给我送证据，眼神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一一扫过。我轻声说：法庭上见。大婶这下才后知后觉地回过神来，她扯着嗓子尖叫：快抓住他，把那东西抢过来！堂弟和大伯挡住我的去路，堂妹和二婶也从后方将我围住。大婶见我被包围，冲上来就想要抢夺我手中的录音笔，可我既然赶来，就早有准备。毕竟我早就清楚这些所谓的亲戚是个什么德行。早在来之前，我就斥巨资雇了2个保镖，一直隐藏在人群中，时刻关注着我。
就在大婶快要扯住我头发的瞬间，一个高大的身影如闪电般冲了过来，一把就将大婶撞在了地上。老板，保镖恭敬而紧张地向我鞠躬：“您没事吧？”哎呦！大婶跌倒在地，疼得大叫。她眯起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站在我面前的保镖周云：“你个死丫头，去哪找了个这么壮实的演员？”可他话还没说完，就觉察出不对劲。高大健壮的保镖恭恭敬敬地护在我身前，任何人都不敢轻举妄动。难不成你还真的是？怎么可能呢？妈！大婶话还没说完，就被周光耀急切地打断。刘哥不都说了，不可能，他就是演戏演上瘾了，整个就一疯子。这次回来又是租名牌衣服，又是假扮云瑞老板，现在又不知道上哪去请了这么个演员。他就是存心的，像他这种人，肯定是被人踩在脚底下踩惯了，才整这么一出，指望咱们高看他一眼。堂姐，我劝你，骗别人可以，你可别把自己给骗了。周光耀目光戏谑地看着我，我笑了笑没说话，因为我自己心里清楚，无论他如何质疑和诋毁我，都改变不了这一切的事实，所以我并不在乎他说什么。就在这时，周光耀的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来电显示是刘哥。周光耀得意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是想证明什么。在接起电话的那一刻，特意将免提给打开了。周光耀才接起电话，人是刘春辉的叫骂声就从电话那头传来：“你个蠢货，你到底是干了什么蠢事？咱俩的事情让上头知道了，徐总监和我说开除你和我，还是总裁亲口下的令，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你后天也不用去上班了。真服了你个废物了，老子就是被你给坑了。怎么可能？”周光耀脸色一瞬间白了下去。可我连公司大门都还没进去过。刘哥，你不能这样啊！你收了我的钱的呀，那可是所有亲戚的家当啊！刘哥，他急切地发问，可回应他的只有电话铃声挂断嘟嘟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把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大婶，看来我不用赔你钱了。我微微一笑，毕竟这酒席已经没有办下去的必要了。你家的高材生已经被开除了。大婶面如菜色，整个人都呆愣在原地，像是被吓傻了。我抱着手臂，悠闲地看着他们，顺带接了个小徐的电话，也学着周光耀的样子开了个免提。姐，都办妥了，人事和那个新来的实习生周光耀都已经开除了，并且我还向其他公司都发了声明，把他们彻底拉入了行业黑名单。他们这辈子都没机会进大企业上班了。干得好！我毫不吝啬夸奖。这种渣子不应该出现在我们云瑞集团。众人这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纷纷向我投来敬畏又难以置信的目光。他们都不敢相信，这个10年前被他们赶出村子、一无所有的农村妹，竟然真的一步一步成为了上市公司的总裁。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真的是？周光耀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你明明连大学都没有上过。二婶拉着堂妹，小心翼翼地开口：“小云，你别生气，之前你藏着掖着的，我们也不知道你真有这样高的成就。有些话呀，也是为了你好，你可千万别记恨我们呀。”大婶态度更是180度大转变，竟然直接给我跪下了。她扯着嗓子干嚎：“小云啊，你别这样绝情，不能为了私人恩怨就这么断了光耀的前途啊！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大婶，他也是你堂弟呀。这些年为了让你弟上大学，整整复读了3年，才考上了私立大专，好不容易考上了，学费还那么贵，
家底早就被掏空了。他毕业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实在是万不得已，才拿了亲戚们凑的家当去送给刘哥的。你就这样为了当年的小恩怨，把他给开除了，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吗？他见我不为所动，拉着大伯一起跪下。亲戚们的钱也都在里面，谁都盼着咱老周家出一个出息的大学生。你难道要逼死在场的所有亲戚吗？这一番话表面低声下气，实则句句都是威胁。明明是他们不遵守公司规定，行贿在先，却反咬一口说我是为了私人恩怨才开除周光耀，又扯上所有亲戚，将我推到所有人的对立面，向我施压。一听到钱，在场的所有亲戚瞬间沸腾起来，他大伯母都给他跪下了。他就这样看着，果然呀，有钱人就是冷血，都没有人情味的。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至于吗？就这样毁了光耀的前途，他也太狭隘了。女人就是心眼小的，办不成什么大事。他这公司啊，我看过不了多久就得黄。我冷笑，一直等到这些闲言碎语彻底平息下去，我才大声开口：乡亲们，是周光耀借了你们的钱，拿去贿赂人士，按照公司规定开除，从不涉及什么私人恩怨。贿赂人士从来都是不合规矩的，是他欺骗你们，从你们手里骗了钱，你们应该去找他们家讨债。与其得罪我，还不如想想怎么要回你们的钱。原本喧嚣的棚子瞬间安静下来，这些亲戚总算听明白了，不再被大婶牵着鼻子走。毕竟为了已经被开除的得罪我，对他们可没好处。大婶，这一切和我没关系，都是你们自讨苦吃，自作自受罢了。我并没有让大婶起来，既然他那么想用下跪这种方式来向我施压，那就一直跪着好了。我家的田地、房子、家产，我通通都会要回来。周光耀这种人，这一辈子都没资格踏入云瑞集团半步。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地上的大婶和大伯，看着他们跪在我脚边，卑微的像狗的样子，我脑海中突然闪过许多年前的一幕。10年前，我就是这样哭着跪在他们面前，祈求他们归还母亲临终前留下的500块。我不停地祈求，说那是母亲用命攒出来的，供她去上大学的钱。大婶就是像这样高高在上的看着我。周云，怨不得我们，是你自己命贱，没那个读书的命。如今风水轮流转，他们一家当年是怎么对我的，今天我当然要通通讨回来。我的目光从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看过去，大伯、大婶、二伯、二婶，你们当年怎么对我的，我如今肯定也怎么对你们。你们抢了我家的家产，我会通通要回来，一分都不少。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们，下一次见面，你们可就是被告方了。你误会了，平时都这样穿。我微微一笑，将皮包往肩膀上提了提。望儿可就在我背过身去的瞬间，一把水果刀闪着明晃晃的刀尖，忽然朝我刺了过来。周光耀发了疯地冲向我，口中还不断发出嘶哑的吼叫。他还没靠近我的身体，就被我身旁的保镖扭着手臂制止住。啪嗒一声，水果刀掉在地上。我将水果刀捡起，在他面前晃了晃。太好了，杀人未遂，这下你不用担心饿死了，因为我要送你去吃国家饭了。不远处的大婶听了这话，彻底瘫倒在地，亲戚乱成一团。二婶也因为把钱全给了大婶一家，吓得昏迷过去。堂妹惊慌失措到大哭，她今年没考上高中，只能报了个县城里的私立中学，眼下没了钱，她就只能去打工，干最低等的杂活。周光耀之前承诺，等他入了职，
就把钱连本带利的还给所有亲戚。现在眼看他要被送去吃国家饭，在场所有人都围住了他们一家，要他们还钱，场面一度混乱到要打起来。我让保镖留下处理报警的事宜，而后跟随着门外的另一名保镖上了回城里的豪车。透过车窗，我看着窗外的景象，望着这一片贫瘠的土地。我在农村长大，因为是女孩，从小被人看不起，又因为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受尽了亲戚欺凌我的苦楚。车窗倒映着我浓艳又精致的妆容，让我不由想起10多年前那个18岁的女孩，独自一个坐上颠簸的大巴车去城里打工，从一个洗碗女工到如今的集团总裁。我想，我大概没有辜负我的这10年，而我也终于靠自己活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望着窗外，我抚摸着豪车的皮质座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带着无尽的感慨。爸爸妈妈，这些年我靠自己也活得很好，我真的做到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